近日，波兰在东部边境地区建设的东顿综合防御系统再获进展。波兰将投资25.5亿美元打造一个延绵700公里的防御工事，从最先进的反无人机系统到反坦克的障碍、壕沟以及各种人工掩体与雷区等都会被结合在一起，打造出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铜墙铁壁。但这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当年的马奇诺防线。那么东顿计划究竟能否成功，又是否有成功的例子可以印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从东顿计划的建设位置中就不难看出，这道防御工事的主要假想敌就是从白俄罗斯过境的俄军，以及可能从加里宁格勒地区南下的俄军。我们摊开地图就不难发现，波兰东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全部都是平原地带，没有高山与大江大河的阻挡。加里宁格勒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危机感暴涨的波兰就担心边境防御力量不够，尤其是哈尔科夫周边发生的战斗为给波兰敲响了警钟。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工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俄罗斯军队顺利推进。乌克兰军官对防御漏洞的控诉也揭示了传统防御工事在现代战争中的局限性。在无人机战争时代，传统的壕沟与碉堡等工事功能太单一，无人机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能够轻易突破传统的防线。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手段，因此东顿防线也将反无人机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并且大家可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3年后的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想退出渥太华公约，其中就包括准备建设东部防线的波兰。渥太华公约于1999年生效，旨在禁止杀伤性地雷的生产、储存以及传播和使用。然而在俄乌冲突中，地雷是防御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兵力较少的乌克兰来说，要迟滞俄军装甲部队的渗透，就不得不依靠地雷阵。因此对于其他忌惮俄罗斯后续动作的国家来说，地雷已经成为了他们不能放弃的武器。截至目前，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和芬兰都已经就退出渥太华公约表态，而波兰退出该条约就意味着其可以在东顿项目中使用地雷，以增强边境防御效果。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很容易将东顿计划与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马奇诺防线等案例去进行对比。但波兰的情况毕竟与二战时的法国不同，马奇诺防线本身也未必就是一种失败的防御体系。法国在1929年到1940年间建造的马奇诺防线原本是为了抵御德国的入侵，然而最后却沦为了摆设。但这并非是马奇诺防线本身不够强，而是德军在战术上选择绕过马奇诺防线，以比利时境内借道进攻。但对波兰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波兰北部的加里宁格勒只是一片俄罗斯飞地，如果俄军今后要进攻波兰，主要的威胁还是来自东部。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德国当初没有绕道比利时，直接正面进攻法国，那么马奇诺防线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马奇诺防线的主体由5800个永备工事组成，平均每公里15个，包括装甲炮塔、反坦克壕沟、通电铁丝网以及地下隧道系统。最坚固的工事墙体厚达 3.5 公尺，可抵御420毫米旧炮的直接轰击，而装甲碉堡的300毫米钢板更是能够承受2发重型炮弹的直射。别说当时的德军，现在的俄军步兵看见防线都只能停下装甲车，等待后方导弹支援。不仅如此，马奇诺防线还有3大设计优势，分别是战术纵深长、火力协同强以及生活保障好。首先是战术纵深长，马奇诺防线的地下隧道系统总长足有100公里，并且配备有有轨电车发电站、地下医院、弹药库等配套支持设施。士兵们凭借这些现有工事，可以在地下坚守3个月。而波兰的东顿防线还要更长，足足延绵了700公里。虽然在地下设施方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但发达的现代交通也足以弥补。而且在火力配备方面，马奇诺防线似乎也比目前的东顿方案要更丰富。马奇诺防线上分布有344门固定火炮，分布在152个炮塔中，守军还可以根据需要另外添加火炮，尤其是那些固定火炮可以通过机械传动系统实现瞄准参数协同计算。其他1533个碉堡则能够形成交叉火力网，可在5分钟内完成从观察到敌军到开始发动炮击的全流程。比如在二战时期，即使是放到了现代战争中，这个响应速度也是相当不错。
至于守军生活保障方面，马奇诺防线内部也安装有暖气与空气过滤系统，甚至设有模拟阳光的强光照射设备，来缓解士兵长期地下作战的生理压力。不过波兰东顿防线在这方面也不用担心，对于现代士兵来说只要部队允许，再接上星链这种网络系统，士兵们即使在驻守防线时也不会脱离网络，一样有丰富的娱乐途径。像是俄乌战场上就有不少士兵用短视频记录战地生活，当然作为军事防线，最重要的还是对敌军进攻部队的迟滞能力。马奇诺防线在这方面既利用了天然屏障，又进行了工程优化，防线在选址上着重利用了萨尔河泛滥区与莱茵河来作为一种水系屏障。萨尔河在流经法国之后，很容易在法国境内的河谷与沿岸贫寒地区发生季节性洪水，尤其是在靠近德国边境的摩泽尔省。只要将马奇诺防线沿河而建，德军后期如果想要发起行动，就会遭遇湿地环境的限制，无法发动大规模的装甲集群作战，并且马奇诺防线还将许多防御工事与现成的断崖与沟谷进行了结合，例如反坦克壕沟以及分隔带等。法军还在防线周边打上了金属桩，并且布设了地雷场，最宽的地方能够形成14公里的防御带。也正是因为如此充足的防御配置，法国当初才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即使德军突破部分工事，也只能通过狭窄的豁口进入法国。法军则有17个师的预备队能够依托地下交通网快速驰援，配合防线内的39个师形成反包围。贝当元帅也曾经自信表示，突破马奇诺防线的敌军必将遭到惨重的损失，在法军机动兵力的打击下溃败。而二战德军参谋部也曾做出预测，如果正面强攻马奇诺防线，可能需要付出将近50万士兵的伤亡，相当于当时德国陆军总兵力的1/3。而且在进攻手段上，德军也存在技术瓶颈，其当时尚未研制出能够击穿 3.5 公尺混凝土的重炮，80公分超重型火炮的研发直至1942年才完成，而且运输和部署到防线外围也非常困难。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即便德军能够突破马奇诺外层防线，法军也可以通过地下隧道不断补给，对穿行的德军构成持续威胁。德军需要一个碉堡一个碉堡的争夺攻势，陷入一战式的堑壕消耗战。说到这里，似乎像马奇诺防线这样的地面连续防御攻势，在战争爆发后的确是非常管用。因此，波兰只要能够杜绝俄军绕路，也的确能够凭借东顿迟滞俄军。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东顿防线是否还有提升潜力。其实与我们方才提到的马奇诺防线相比，芬兰当年构筑的曼纳海姆防线似乎更值得波兰去留意。当年芬兰为了抵御苏联入侵，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了由反坦克壕、混凝土碉堡和雷区组成的防御体系。在1939到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该防线成功延缓苏军进攻，造成苏军重大伤亡。虽然最终因兵力悬殊被突破，但依旧为芬兰争取了大量时间，影响了战争走势。俄乌战场上的例子也是这样，乌军就修筑了长达30公里的顿巴斯防线。由于战壕、雷区和混凝土工事组成，虽然也未能完全阻止俄军推进，但显著延缓了攻势，并为俄军争取了重组时间。在2022年俄乌冲突初期，该防线部分区段就迫使俄军绕道陷入消耗战。因此，从迟滞敌军前进、提高己方胜率的情况来说，东顿防线对于波兰的确意义非凡。该项目预计将投入约25亿美元，用于700公里边境防线建设，每公里防线的预算约为357万美元，涵盖壕沟挖掘、雷区布置、智能监控系统安装，以及反无人机塔、网络建设等多个方面。这就意味着这是一条自动化防线，波兰士兵并不需要时刻紧盯着前线的状况。但在反无人机塔、网络建设方面，波兰似乎还面临着资金缺口。先进的反无人机塔需要配备高精度雷达、干扰设备和自动化武器系统，以应对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威胁。因此，波兰后续可能还需要追加预算，而且东顿系统的电子战对抗能力也还存在一定缺失。之前就有荷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东顿项目的 GSM 网络需要强化。GSM 网络是智能监控系统的数据传输基础，如果网络不稳定或者是容易受到干扰，监控数据将无法及时准确地传输到指挥中心，导致防御决策的延误。不过话又说回来，上述的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钱的问题。尽管波兰的军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 4.7%，
但仅靠本国投入还是很难打造高科技防线。因此波兰也曾要求欧盟分摊东顿项目资金。波兰认为自身为欧盟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边境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防御工事，欧盟理应承担部分费用。然而其他欧盟国家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波兰国内的农民对防御工事也有抱怨。部分农民认为防御工事占用了大量农田，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对其持反对态度。波兰政府可能需要提出经济补偿来解决问题。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意识到防御工事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选择支持，这也需要波兰后期协调。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所有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可能就是加钱了。至于波兰东顿建成之后究竟会对欧洲局势产生哪些影响，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